许我耀眼破15亿播放量，一举夺冠。赵露思广告要价1秒80万完胜肖战，太励志流！你们知道吗？赵露思前段时间干了一件让全网炸锅的事，她直接把微博账号给删了。那可是坐拥3000万粉丝的大号啊，说没就没了。我当时看到新闻，第一反应是这姐们是不是疯了？而且她转头就去了小红书，粉丝数蹭蹭涨到2300万，成了平台唯一破2000万的账号。这波操作简直像在演现实版逆袭剧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说到剧，就不得不提她和陈伟霆演的《许我耀眼》。这剧播的那叫一个火，播放量听说破了15亿，单日市占率最高冲到 41.7%。我记得肖战的《藏海传》之前不是也挺猛吗？最高市占率 40.1%， 结果被许我耀眼给超了。数据这东西有时候真说不准，明明《藏海传》广告多得多，但播放量就是没拼过空降的许我耀眼。广告价码更是离谱，网上赚的是15秒1200万人民币，算下来1秒就要80万。我的天，这数字听着都吓人，比《藏海传》的15秒900万高出整整300万。但你们猜怎么着？价高不代表广告多，许我耀眼的广告数量其实不如《藏海传》。原因挺简单的，这剧是空降播出，没提前招商，爆红后厂商想插队就的负天价。好多广告商一看这价码，直接吓退了，所以整体数量上不来。赵露思跟经纪公司银河酷娱闹翻了，公司停了她所有工作，她就删微博转战小红书。结果因祸得福，黑料少了，人气反而涨了。小红书直播那次，观看人数爆棚，平台都给她高规格待遇。这种个人策略，你们觉得是聪明还是冒险？反正我觉得挺戏剧性的。许我耀眼的剧情前期确实不错，有种都市谍战的感觉，节奏快，反转多，但结局有点草率，好多关键点没交代清楚，豆瓣评分才6.5分。相比之下，《藏海传》结构完整，评价更高。不过许我耀眼的 HE 改编结局，观众倒是挺买账的。演技方面，赵露思这次突破很大，演了个野心恶女，哭戏被夸上天。陈伟霆的搭档也很亮眼，两人 CP 感十足。宝格丽珠宝在剧里的大婚场面，项链、戒指全是钻石。宝格丽总裁还转发剧集内容，给赵露思设了个人相簿。这待遇平时只有全球代言人刘亦菲、舒淇才有，赵露思现在只是品牌代言人，所以外界猜她可能要升级了。商业价值这块，赵露思绝对是顶流，剧里用的 Versace 包包、衣服同款全被抢空。播放量破15亿，这事的结合时间看，许我耀眼是空降播出的，没预热，直接上档。腾讯平台因为赵露思和公司闹翻，不敢大力宣传，但剧还是爆了。单日市占率 41.7%， 发生在播出中期，具体日期记不清了，但数据是公开可查的。肖战的《藏海传》播得早，市占率峰值在 40.1%， 也是硬核数据。15秒1200万这数字，业内都说太高了，但空降剧就这特性，爆红后价码狂飙。《藏海传》是提前招商，广告未早被订满，所以价码稳定。你们说，这种天价广告到底值不值？厂商投了能回本吗？我听说有些大品牌还在观望，毕竟风险太大。赵露思的个人故事方面也很精彩，删微博后，根据法规，热搜不能出现未注册者名字，她的黑料瞬间少了。这招挺绝的，直接切断负面源头。小红书粉丝涨到2300万，直播带货能力超强，剧里珠宝、服饰全程爆款。宝格丽总裁的互动更让他商业价值飙升。但你们觉得
这种脱离大平台的做法，长远能行得通吗？剧集品质上，许我耀眼，制作很用心，导演用了电影级手法，美术团队是长安12时辰班底，但剧本后期崩了，结局仓促，网友吐槽声不少。肖战的《藏海传》则是权谋剧标杆，结构严谨，海外评分都高。广告数量差距明显，许我耀眼总共才65个广告，《藏海传》有60多家品牌赞助，价码高吓跑厂商，这逻辑说得通。但播放量数据，许我耀眼确实赢了，市占率破41%。那天的具体时间好像是2025年9月左右，具体日期的查数据平台。时间点不重要，关键是趋势。赵露思的逆袭让人想到娱乐圈的规则变化，以前靠微博热搜造势，现在转战小众平台也能爆。他的小红书账号成长史就是个案例，粉丝从0到2300万，只用了几个月。剧集带货效应强，宝格丽珠宝在剧播出后，搜索量涨了300%。这些数据背后是个人 IP 的威力。但争议点来了，天价广告是不是泡沫？许我耀眼靠高单价弥补数量不足，但厂商真愿意买单吗？我听说有品牌后悔没提前布局，爆红后挤不进去，这种模式可持续吗？还是说只是特例？赵露思的演技突破，陈伟霆的稳定发挥都是亮点，但剧本硬伤没法忽视。豆瓣6.5分算中规中矩。网友说前期像谍战片，后期像赶工流水账，这种落差，你们看剧时感觉到了吗？宝格丽的特别待遇暗示代言升级可能，但全球代言人门槛高，刘亦菲、舒淇都是国际范儿，赵露思能否跟上？这问题留给你们讨论。许我耀眼播放量15亿。但有的平台显示是3亿，可能统计口径不同。市占率41.7%是实打实的，来自云和数据。肖战剧的40.1%也很强，但差了1.6个百分点就丢了剧王宝座。时间上，2025年播出季竞争激烈，具体日期我不赘述了，反正数据公开。15秒1200万。等于每秒烧掉一辆豪车，但空降剧的稀缺性推高了价格，厂商策略变了，现在更看重爆款后的即时效应。你们觉得这种高价策略会成趋势吗？赵露思删微博的决策背后有法规支持，未注册者不能上热搜，这规则帮他挡了多少麻烦？但小红书能替代微博的影响力吗？平台差异太大，长远看风险不小。剧集结尾的 HE 改编虽然仓促，但观众好评，这反映了市场偏好 Happy Ending 永远吃香。但原创剧情被改，原著粉会不会炸？这种改编争议一直存在。最后，广告价码的胜负真的代表剧集成功吗？许我耀眼价码赢，但广告数量输。商业和艺术哪个更重要？这问题留给你们吵吧。